ChatGPT 这次不止升级，还全面开放，人人都能用。它带来哪些关键改变？又会如何影响我们？一起看下去。本集亮点 GPT-5 的6大亮点 ChatGPT 功能浏览，如何切回旧模型 GPT-5 实测。小戴，我在会场看到有人用 AI 做出这样的广告，你赶快帮我研究一下。小戴正准备开始研究时，小戴只好先放下任务，把握时间抢先了解最新工具。我们来看这次 GPT-5 的6大亮点。第一，全面开放，一键启用，全面开放给所有用户。免费用户虽然有额度限制，但额度用完会自动切换到 GPT-5 Mini。Plus 用户额度更多，还多了深度思考模型可以选择。额度用完想用 Thinking 模式也不难，只要在提示词加上请仔细思考这个问题，就可以达到同样效果。第二，自动选模型，不用再烦恼怎么选，直接提问 ，AI 会自动判断并调用适合的模型。如果问题比较复杂，还会自动开启深度思考模式，再也不用担心选错模型，给错方向。如果你不喜欢 GPT-5，想要回到旧模型，只要从设定这边开启显示旧版模型，在模型选项里就可以找回你的旧爱。第三，幻觉大幅降低，答非所问，乱掰资料的状况明显减少，回复更稳定。第四，写程式的能力更强，发表会请来Cursor联合创始人 Michael 示范，Cursor 用户现在也能直接使用 GPT-5。第五，应用在医疗沟通，现场邀请一位同时罹患3种癌症的患者，分享 AI 如何将专业医学术语翻译成他听得懂的语言，让他更安心面对治疗。AI 不只是技术，更能带来理解与希望。恐惧多来自未知，了解之后才能正面应对。正如对 AI 的误解，很多人反对只是因为不了解。当你明白 AI 的能力与应用，就能推测产业走向，决定是转型还是转行。第六，写作与语音全面升级，上下文长度变长，写作与语音模式全面升级。当然，这些是以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GPT-5 的进步，实际体验是否符合预期，还是要看使用者的需求与期待。这段时间 ChatGPT 也陆续更新不少功能，接下来我们就请它了带我们快速看一下。如果只是简单查找资料，选择搜寻模式，确保它有上网查询。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研究，还可以启用深入研究。如果要 AI 帮你执行任务，选择代理程式模式，从资料来源选择，可以连接这些应用程式帮你处理事情，或是选择连接应用程式。如果想要更有条理的分类内容，或是逐句修改细节，可以开启画布功能。想了解更多画布功能的同学，我们之前在这一集有讲过。如果你是学生，或想学习新技能，不想要填鸭式的资讯，可以开启学习模式，它会用引导的方式跟你互动。如果要生成图片，通常它会根据提示词自动开启创作图像的功能，如果没有，就在这里手动开启。现在还能直接指定风格。生成图片后，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用笔刷选取修改，也能在这里进行风格转换。如果你的任务是一系列相关的，可以建立专案、预设指令、上传档案，之后开启的对话都会基于这些资讯，可以避免前后矛盾。例如，撰写一部连续剧，可以先上传剧情主线与角色的档案，再预设指令设定写作风格和语气，就不用怕前后矛盾。之后如果不要整个专案，在这里直接删除即可。如果看腻了灰白的对话框，想要来点色彩，只要点选设定，一般，强调颜色，就能改成自己喜欢的色彩。如果听腻了预设的声音，在语音这里可以选择其他的声音。如果你不喜欢 GPT-5，想要回到 4O， 只要开启显示其他模型，在模型选项里就可以看到 4O。如果你不喜欢他每次在聊天最后都给予建议，也可以把后续建议关闭。如果想让 AI 更像你的个人助理，或是更有个性，打开自定 ChatGPT 就可以设定偏好与风格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实测一下它的程式能力。创建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，它很快就给我们一段程式，叫我贴到记事本，再用浏览器开启。但是我想要再更懒一点，请它直接弄好给我。我只要下载打开就可以玩了，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小 bug， 但基本上可以玩。再来，创建一个愿望扭蛋机，
要有10个栏位可以填愿望，然后随机扭蛋。这次他就很聪明，知道我很懒，不会再给我一堆 code， 而是直接给我下载，打开就能玩，还设好范例。最后用牛顿3大运动定律设计成一个互动式教学游戏，一样下载打开就能玩，还有一个快速小测验，让所有的学习变得更有趣。AI 越来越强，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位专家，你想成就什么呢？小戴，上次讲的那个研究好了吗？惨了，赶着回总部上课，老板娘交代的事还没搞定，立马来研究。